自9月20号，欧盟方面宣布延期原计划在9月25号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投票以来，20多天的时间里，中欧技术团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代表12家中国电动车企业进行谈判的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16号晚表示，经过艰苦努力，双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的核心关切问题，双方还存在重大分歧。商务部17号例行记者会透露，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继续下一阶段磋商。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16号晚发表声明指出，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于8月24号代表企业向欧委会提交价格承诺方案，但8轮密集磋商后，到目前为止，磋商仍未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声明中说，欧委会在与中方磋商的同时，又单独与部分企业进行价格承诺谈判。中国机电商会认为这属于差别对待，不利谈判达成共识。首先，目前单独谈判的企业均在已授权中国机电商会的12家电动汽车企业集团之内，且所有授权企业一致同意作为一个整体参与中国机电商会的价格承诺申请。其次，商会向欧委会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已涵盖所有授权企业的方案，并无必要再单独申请。最后，考虑到欧委会在本案初裁和中裁披露中将企业集团及关联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税率裁定，那么无论是征税措施还是价格承诺，对于企业集团中的所有生产商都不应差别对待。如果欧委会执意单独与个别企业开展价格承诺谈判，很有可能存在以双重标准甚至多重标准区别对待企业的问题。中国机电商会指出，欧委会与企业单独开展价格承诺谈判，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目前，中欧价格承诺磋商时间紧迫，同时谈判也将分散资源，延误磋商进程。中国机电商会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带领企业做好价格承诺磋商相关工作，切实维护行业企业利益。因为如果当这个应诉的这个企业形成合力，就形成一个集团来进行反诉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欧方在这个调查过程中，它的这样一个打击力会下降。正因为这样，所以说那个欧方往往会采取各个击破，然后呢，针对就等于或者说是一起一个税率，一起一个政策来调查。这样的话，就是希望由此来让这个被调查企业们相互之间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来可能会牺牲其他的利益，以此来实现一个各个击破。17号，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此事。目前为止，中方已展现最大诚意和灵活性，双方在一些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但由于欧方始终未积极回应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磋商还存在重大分歧。中方已正式邀请欧方技术团队尽早来华，继续下一阶段面对面磋商，并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在等待欧方回复。自今年6月底以来，中欧双方就电动车反补贴案已经进行了10余次司局级技术磋商和2次副部级磋商。9月19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会谈，双方明确表达了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一致同意开启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价格承诺磋商。自9月20号开始的20余天中，中欧技术团队在布鲁塞尔共进行了8轮密集磋商，直至10月12号，中方团队才返回国内。中方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诚意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才和欧方展开了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商谈。这个欧方，我个人觉得，一是他的自己的这个要价比较高，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一直在等待一个或者说一个跟美方的这样一个战略的协调。谈判过程中采取的是一种拖延的这样一个谈判策略，以此来和美方进行一个政策协调。针对中方会不会考虑提高对大排量燃油车关税，何亚东表示，中方正在研究提高进口大排量燃油车关税等措施，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后慎重作出决定。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豪华轿车都是大排量，因此这一税种又被称为豪车税。据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生效不足半个月，这几天关于电车关税问题，中国代表团完成了和欧盟的新一轮谈判，从布鲁塞尔回到了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已展现最大的诚意和灵活性，双方在一些领域已取得重要进展。不过，涉及中欧业界核心关切的问题，欧方态度仍模糊不清，反应消极。发言人表示，中方正在慎重考虑研究提高大排量燃油汽车关税等措施，这充分体现若欧盟人存在投机心理，既希望中国汽车进口，又不希望中方对等反制，绝无可能。中方不是好捏的软柿子，中方的工具箱里有的是反制工具。对于欧方要在现有10%的税收基础上，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最高35.3%反补贴税，欧洲汽车大厂包括梅赛德斯奔驰、宝马集团、大众集团等都表示反对。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坚信反补贴关税会长远地削弱一个行业的竞争力。我们认为欧盟委员会拟定的征收反补贴关税是一个错误。宝马集团则在声明中说，这么做会损害那些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业务的企业，而且加征关税还会限制对欧洲消费者的电动车供应，从而延缓欧洲交通行业的低碳发展进程。外界注意到，在10月4号的欧委会内部投票中，德国、匈牙利、马耳他等5个国家投下反对票，另有12个国家选择弃权。16号，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德国议会再次批评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Ich habe gesprochen mit den Chefs von BMW, Volkswagen, Opel, Ford, Mercedes und vielen anderen. Und sie alle haben gesagt, nee, das wollen wir nicht. Und deshalb haben wir uns entsprechend verhalten in Brüssel. 17 Staaten waren auch skeptisch. Und meine Forderung ist, daraus muss ganz unideologisch jetzt eine Verständigung kommen mit China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的盟友中，英国和澳大利亚都没有跟进对华电动车加税。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曾表示，澳方支持国际竞争。数据显示，去年澳大利亚销售的8.6万辆电动汽车中，有7.2万辆为中国制造。今年1月，比亚迪在澳月销量首次超过特斯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澳大利亚正在形成一个绿色环保汽车的强劲市场，而上汽集团旗下品牌 MG 就是一个诞生自英国的百年品牌，在欧洲知名度很高，也在这次欧方的打压中被加征最高额的关税。但英国政府已经明确表态，不会跟随欧盟加税，而是要促进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这个各个国家现在目前来看，就是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风险、这个地缘政治对抗加剧的情况下的很多国家都是开始把这个安全问题放在了首位，由此来牺牲了一些经济上的这个一个考虑。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虽然有些国家可能会被迫屈服于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政策，这个被迫趋同于美国的政策，我个人觉得它持续的时间是会有限的。他们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在对华问题上，就是开始寻求以本国利益为主导的这样一个政策的这样一个主基调。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正在举行的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上，中国电动汽车成为海外采购商关注的焦点。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新能源领域的出口商展位一直是展会上的明星展品，许多国际参会者都希望一睹中国这一迅速扩张领域的最新发展，以及中国车型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有汽车参展商表示，许多欧美采购商都青睐他们的车型，然后抱怨对华关税影响了产品竞争力。美联社也关注到，和广交会同期开幕的世界5大车展之一的巴黎车展上，尽管中欧双方在电动汽车领域发生关税争端，但仍有大批中国车企参展，展示全新车型。巴黎车展总监塞尔日加绍介绍称，今年的展会上，中国汽车品牌占大约1/5。近期，荷兰光科技巨头阿斯麦公司的日子有点难。16号，阿斯麦公司股价连续第2天大幅下跌，公司市值已蒸发600多亿欧元，失去了欧洲市值最高科技公司头衔。有观察指，由于美国和荷兰实施相关出口限制措施，阿斯麦在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引发投资者担忧。据阿斯麦2季度财报，这家企业有49%的销售额正是来自中国市场。
阿斯麦15号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3季度总订单金额约为26亿欧元，不到上一季度近56亿欧元的一半。这一令人失望的业绩引发市场大幅抛售。当天，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阿斯麦股价跌幅达15.6%，创下了自1998年6月12号以来26年的最大跌幅。16号，阿斯麦股价进一步下跌5.1%，收盘报633.9欧元。连续2天的股价大跌，使阿斯麦失去欧洲市值最高科技公司头衔。德国软件巨头斯艾普市值暂居欧洲科技公司之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持续受到美国小院高墙政策打压，中国仍然是阿斯麦的最大市场。在今年第3季度，中国占其销售额的47%，达27.9亿欧元。在第2季度，这一比例为49%。事实上，自2023年第3季度荷兰出口政策收紧以来，中国已连续5个季度成为这家欧洲光刻机巨头的最大市场，占比均在40%以上。财经专业媒体彭博社指出，阿斯麦的股价暴跌，主要受所获订单量仅为此前分析师预期一半等负面消息影响。事实上，美国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持续对华打压，令外界担忧中国买下的订单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放缓，这让阿斯麦股价面临着长期压力。瑞银集团分析师指出，阿斯麦明年可能失去近1/4在华销售额。若限制措施持续，其在华产生的整体收入中还有45%将面临风险。阿斯麦首席财务官罗杰·达森预计，到2025年，在华业务将腰斩至仅占其总收入的约20%。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全球半导体产业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的敏感性和复杂性。阿斯麦在华的这个销售，导致了阿斯麦的业绩受到影响，那它的股价下跌，那是这个顺理成章的。但是在这个背后，那也有什么？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进行限制，不是中国不买，而是呢它不能卖。尽管存在如阿斯麦股价暴跌这样的波动情况，但全球半导体市场也有诸多积极的发展态势。国际半导体组织 SEMI 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居龙近日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有望实现15%到20%的增长，市场规模将达到6000亿美元。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2季度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额累计达1499亿美元，环比增长6.5%，同比增长18.3%。以 AI 大数据激发出的巨大算力需求为代表 ，AI 及相关应用、新能源汽车、先进封装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在2030年前后实现1万亿美元的规模。从进口上来讲，由于我们国产的半导体多了，对进口它是一个形成一定的替代。那么这个我不一定从你那儿进了，我们自己有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半导体的出口也在增多。那么说明我们的半导体啊，不仅满足国内的使用，而且呢，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现在也越来越强了。我们不仅竞争力强，很多国家也认可中国的半导体。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也反映出积极的趋势。今年前8个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7360.4亿元，同比增长24.8%，出口数量为1932.5亿个，同比增长10.5%。集成电路已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重要品类，出口规模超过汽车。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反映出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的旺盛。从企业业绩方面来看，截至10月17号 ，A 股半导体板块已有包括泰凌威、瑞星微、海光信息等在内1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年3季度业绩预告，其中10家公司业绩预喜。同时，从已公布的上市公司3季报业绩预告中可以看出，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长亮眼。在前3季度规模净利润增幅前10位的公司中，半导体及半导体生产设备行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共有5家公司上榜。AI 产业是半导体的一个新的应用场景。针对 AI 的半导体，我们的相关产业，半导体产业，要它的研发并不是关起门来研发，而是要与 AI 产业之间，它是有一个互动。你有什么需求，我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你。那么 AI 产业也把自己要打算要做什么，那么及时与这个芯片的企业
去沟通。他们在磨合的过程中 ，AI 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它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它实际上最后通过相互支撑、相互创造机会，实现双赢。政策层面上，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24年5月底，注册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3期，注册资本达3440亿元，超过前2期大基金的总和，预计会赋能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设备材料等关键领域。这将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突破技术瓶颈，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随着美国萨德部舰陆续运抵以色列，以军加大对中东多国目标的打击，对黎巴嫩多地的空袭扩大，还用坦克向联立部队瞭望塔开火。联立部队全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由联合国派出。以方攻击联立部队，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抗议。而更令外界担忧的是，以军称已明确打击伊朗目标。据多家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提交了一份目标清单，列出了可能打击的伊朗境内目标。目前军方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敏感协调。以方消息人士透露，目标很明确，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尽管不清楚具体的目标，但迫于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压力，外界已基本确认以色列不会袭击伊朗石油和核设施，而是改为军事目标。半岛电视台称，以方此举是避免扩大战争并回应美国的施压，但以色列战时内阁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导致一直无法对具体袭击日期进行投票。不过，有美国媒体援引熟悉情况的匿名官员称，就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前，这令以方拿捏了美国的软肋。Benjamin Netanyahu,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make no mistake, he is very aware of that timing. He is certainly somebody who follows U.S. politics very, very closely and knows very well that the actions that he will take in the coming weeks could have ramifications in the U.S. 伊朗外交学院教授、伊朗外交部战略委员会前发言人法拉吉扎德分析，以色列政府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大选前的这段真空期采取行动，因为他笃信拜登政府一旦反对以色列的行动，民主党候选人就会失去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集团选票。不过，以色列也并不能无所顾忌地自行其事，其选择有限度的报复以及不断推迟报复时间，就已经体现出一方的复杂心态及现实困境。伊朗革命卫队退役上校穆罕默德·里萨·穆罕默迪对媒体表示，此前伊朗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使得以方自己和美国的防御系统遭到重大破坏。以色列需要时间修复受损的防御系统，并等待美国支援的萨德系统和操作该系统的美军全部到位，否则不敢对伊朗贸然发动大规模且强有力的攻击。他补充称，以色列对是否能防住伊朗再次袭击缺乏信心。此前，伊朗就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对包括以色列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在内的多个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伊朗卫星拍摄的图像显示，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已受损严重。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以色列故意多次推迟报复时间，是为了消耗伊朗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应对袭击的士气及精力。今天以色列就是希望能够借由公布名单，去造成当地的一个紧张或者当地的混乱，让这些目标的民众或军民他会想说，我是不是要进行逃难？那同时以色列也可以告诉要攻击的一个国家说，我已经准备好要攻击你了，那你是不是要释出一些善意？如果你释出善意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谈判空间。自韩方无人机近期连续3次飞入平壤市中心，朝鲜炸毁38线附近与韩国相连部分的铁路和公路后，朝中社在报道中首度表述，朝鲜宪法规定韩国为彻底的敌对国家，各方如何回应？半岛局势持续升温，韩方却执意拉小圈子制裁朝鲜，此举会将局势推向何处？来看个报道。据新华社援引朝中社17号的报道，朝鲜在南部边境的东西部地区完全封闭了连接韩国的公路和铁路。报道引述朝鲜国防省发言人公布的消息称，15号中午，朝方以爆破方式完全封闭了江原道高城郡干湖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60米区段，以及开城市板门区东内里一带的公路和铁路60米区段。报道还表示，为永久加固朝韩边界的要塞化，朝鲜将继续采取相应措施。值得注意的
的是，朝中社在报道中表示，这是根据把韩国规定为彻底的敌对国家的朝鲜宪法，以及因敌对势力的严重政治军事挑衅行径，导致局势逼近不可预测的战争边缘而产生的严峻安全环境下采取的必然且合法的措施。外界注意到，这是平壤首次证实朝鲜通过修宪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自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朝鲜与韩国打交道的方式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出现大幅摇摆，但核心思想一直围绕的半岛统一是爱国，分裂是卖国的统一任务。关系缓和时期，朝韩间也时常进行对话，讨论用各种方式实现半岛统一的可能性问题。但就在去年12月，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党内会议上发表讲话称，北南关系再也不是同族关系、同志关系，而且完全固定为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战争中的两个交战国关系，并于今年1月表示将正式开始使用大韩民国称呼对方，同时指出要修改宪法，不再将韩国视为和解与统一的对象，而是规定为彻底的他国、最为敌对的国家。此后，朝鲜于本月7号至8号召开最高人民会议修宪，但一直未曾公开关于南北关系及统一等事项的具体变更内容。而朝中社此次关于完全封闭朝韩边境公路铁路的报道中，则证实了朝鲜已经完成宪法中关于韩国的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么朝鲜和韩国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了。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朝鲜修改了宪法，把跟韩国的关系表述成敌国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宣示的问题，它是一个根本性的国家定位问题。韩国方面谴责朝鲜在宪法中将韩国列为敌对国家，称其为反统一、反民族的行为。韩国统一部表示，韩国政府将对朝鲜的任何挑衅予以严厉回应，并坚定不移地推动基于自由民主基本原则的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针对半岛局势升温，17号韩日副外长在首尔举行会谈，探讨应对朝鲜问题的合作方案，并就各种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讨论加强高层交流和国际合作的方案。此前一天，美日韩第14次副外长级协商会议在首尔举行，三方强烈谴责朝鲜，指控韩国无人机渗透至平壤，并炸毁韩朝连接公路等加剧半岛军事紧张事态的行为。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朝鲜挑衅令人十分惊讶，还称坚决支持和平的半岛再统一。韩国副外长金홍준称，将维持坚固的韩美联防态势，予以果断应对，并在韩美日紧密合作的大框架下加强安防合作。韩国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为弥补对朝制裁监督机制的缺失，韩美日等11国成立不受安理会制约的多国制裁监测组。此前，联合国根据2006年安理会第1718号决议，成立了朝鲜制裁委员会，旨在回应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但由于俄罗斯今年3月在针对延长该委员会专家小组任内的表决中投了否决票，小组于4月30号任期结束并解散。坎贝尔称，尽管联合国专家小组已解散，但所有与朝鲜有关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仍然有效，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必须执行这些决议。为填补监督漏洞，韩国、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11国在联合国框架之外另行成立多国制裁监测组。预计该监测组将扮演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的角色，实时监控违反和规避对朝鲜制裁的活动，共享相关信息，并发布成果报告。美日韩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之外成立了一个11国的联合对朝鲜的制裁监测组，那么这个是一个新动向。那么这个制裁组呢，主要是由西方一些国家组成的，所以呢，它不会得到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它不受联合国安理会的这种监督控制。所以我们说的话呢，从整个这样一个监督机构来讲的话，实际上呢，对于朝鲜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讲，属于在这个问题上的节外生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7号就相关问题表示，中方关注半岛局势发展，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我们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认为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也希望各方共同为此做出建设性的努力。这个定位对半岛的整个局势来讲是有一定冲击的。
但是不会改变根本的。从目前的迹象来看，我觉得还看不到战争的这种迹象。那具体如何发展，我觉得还需要有待观察。朝中社今天证实，朝鲜已通过修宪，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朝方也已完全封闭朝韩边境陆上通路。那么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无疑是无人机事件加剧朝韩对立之后半岛紧张态势的又一重大发展，那么构成半岛双边关系发展的最新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今天呢，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记者呢就敌对国这个修宪来提问，毛宁对此就回答：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呢，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希望各方共同来为此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但是至少是在当下，那么在北南双方剑拔弩张之际，政治解决半岛问题，它的难度可谓是空前的。各种非建设性的动作乃至是挑动，都在进一步的加剧紧张对立的这种恶性循环。那么，综合朝韩媒体的公开报道来看，朝鲜最高人民会议7号起在平壤召开2天的会议，完成了宪法的修订。但是呢，有关南北关系及统一等事项的这些具体的变更内容啊，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开。而朝中社今天它的电稿呢，等于是做了一个间接的通报。但是朝方修宪实际上早就已经是明牌了。朝鲜最高领导人去年底就已经因应半岛的态势，公开提出2国论，强调朝鲜与韩国不再是同一个民族，而是处于交战状态的2个敌对国家。那么继而呢，在今年初又明确就这个修宪议程啊发出了指示，要求删除宪法中的统一的表述，并且呢新增有关领土的条款。所以呢，朝鲜方面上周完成修宪，实际上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意志来进行国家根本大法的一个再确认，它的影响与冲击是不言而喻的。从理论上来说，目前呢，朝鲜半岛仍然处在战争状态。当年各方签署的是临时停火协议，那么联系近来半岛持续紧张、各方动作不断的大背景，外界对于半岛局势未来的走向可以说是高度关切。半岛呢，也很可能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变局的临界点。对朝鲜宪法的敌对国家定位，韩国统一部反应强烈，谴责是反统一、反民族行为。那这会否进一步加剧紧张对立？接下来半岛态势又将如何发展？应该说，半岛目前形成了一个相互刺激、敌对加剧的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那这个循环能不能被彻底打破，或者呢，至少被暂时的阻断，将会是决定半岛态势近期走向的一个关键。但是呢，我同样认为，尽管双方现在都在展现强硬姿态，不断对抗，持续亮所谓的军事肌肉，但是这条底线也是相当清晰的，那就是北南双方并不希望彻底走向军事冲突。那么半岛生乱生战，不但是朝韩不能承受之重，同样呢，也是周边国家不愿看到的严重的后果。去年新加坡防长黄永红更是曾经在北京香山论坛上发出警告，未来10年亚洲的最大风险挑战就是呢发生类似俄乌以及巴以冲突这样的军事对抗。那新一轮紧张对立的导火索是所谓的无人机事件，来自韩方的无人机飞到了平壤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的上空，并且呢散发内容高度敏感的传单。那么可以说，这触到了朝鲜方面最不能容忍的首要的安全底线。再加上韩国舆论公开暗示有能力发动所谓的定点清除行动，联系到俄乌以及中东战场，无人机它作为斩首行动大杀器频繁出手，那么这就更加挑动了朝鲜方面最敏感的战略安全的神经，也因此朝方可以说反应行动尤其决绝。而且呢，从朝鲜的决策行动模式来看，朝鲜可谓是国情政情特殊，它惯于在外部重大压力之下来以强制强，做出极限的回应。所以呢，这段时间我们都看到，朝方应对实际上是在持续的加码，从炸毁陆上通路到召开国安会议，乃至最新公开国家根本大法的敌对国的认定等等。进而言之呢，这也是朝鲜方面对外部军事压力的一种强力回应。一段时间以来，美军从 B-1B 到核潜艇等所谓的美方的战略大杀器频频的亮相半岛，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在持续的上规模、上强度，甚至包括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内，韩国的军政高官
动辄拿所谓的政权末日来恫吓、来预警。5年前，韩国越境向北方散发传单，朝方不就是直接炸毁了开从工业园内的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来还以颜色吗？但是呢，也必须要冷静观察的是，虽然朝鲜方面动静不小，力度很大，但是呢，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属于所谓的防御性的姿态。那么大张旗鼓炸毁通路，意在最大限度地释放警告信息：你不要轻举妄动。朝方无意进攻，但是呢，如果挑起战争的话，那么朝方也做好了准备。所以接下来的一个提问就很关键。那么韩方将会如何来回应？是继续加剧对立，还是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呢？我注意到，韩国京畿道的地方政府已经将边境地带几个市镇划作所谓的危险区域，禁止市民在该地区利用气球向朝鲜方面来散发传单等物品。那么韩国军方也在持续否认参与无人机的渗透。我想这恐怕也意味着韩方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峻性。韩方同样要警醒的是，当朝韩双方包括通讯系统在内的物理联系全面切断，一旦类似过往的天安舰爆炸、延坪岛炮击这样的非常事态发生的话，那么各种不可控、不可预测的对撞风险都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在大幅的攀升。也因此，韩方近来公开进行所谓的钻地弹实弹演习，媒体一再喊话要获取相当于日本水平的所谓的潜在核能力，来捍卫所谓的韩国自卫权，乃至不断加码升级与美国的军演等等。那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玩火行径。待酝酿多月，并在近期携胜利计划接连访问美欧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表演讲，介绍了乌克兰提出的胜利计划，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要素。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称，乌克兰应该认识到所谓的胜利计划将徒劳无功，这是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的灾难计划。距离美国大选仅剩半个月，加上冬天即将来临，对乌克兰来说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泽连斯基介绍，胜利计划包含5大关键点以及3个秘密要点。计划的核心是乌克兰希望被邀请加入北约。此外，该计划还概述了加强乌克兰国防、实施非核战略威慑方案以及发展乌克兰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看，胜利计划5大关键点是：第一，乌克兰需要得到不设条件加入北约的邀请；第二，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其中包括进一步武装乌克兰，加强其军事力量，解除对武器使用的限制和继续乌克兰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军事行动；第三，乌克兰提议在其领土上部署一个全面的非核战略威慑方案，以保护乌克兰免受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第四，提议乌克兰与美国、欧盟和其他盟友签署一项协议，允许共同投资和使用乌克兰的自然资源；第五，在战争结束后，乌克兰武装力量可以用来加强北约的安全，取代目前驻扎在欧洲的部分美军。此前曾有媒体披露，乌克兰方面正在进行有关向俄出让部分领土，以换取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获得其他安全保障的秘密讨论。但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不准备进行冻结冲突或任何涉及领土或主权的权衡。他还强调，如果胜利计划能得到支持，乌克兰不迟于明年可以结束战争。конкретним планом перемоги саме зараз, то може вдатися завершити війну не пізніше, ніж наступного року. 就泽连斯基提出的胜利计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现在讨论这一计划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政府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这些计划是徒劳无功的。Там может быть иной план,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быть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мирным. Это осознание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есперспективности той политики, которую они проводят, и, скажем так, понимание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протрезветь и осознать те причины,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ли к вот этому конфликту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идет.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泽连斯基胜利计划是将北约推向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计划。他还说，这不是胜利计划，而是乌克兰国家和人民的不幸计划。
分析认为，泽连斯基近期赴欧美游说胜利计划，目标是为未来与俄罗斯的停火谈判增加筹码。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北约国家对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反应冷淡，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都不置可否。有分析认为，由于俄乌冲突不是美国大选的焦点议题，因此美国政府不可能在选前做出新决定，这也让其他国家陷入安静。有乌克兰国内媒体也不看好胜利计划，认为它更像是发给合作伙伴的一份要求清单，而不是赢得战争的战略。这个胜利计划其实一定程度上它是改变了对胜利的定义。它怎么在明年年底前结束战争呢？也不太可能。它唯一的可能就是它试图用这种向俄罗斯后方发动攻击的这种方式，在俄罗斯内部呢造成一些反战的声势，加剧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动荡，来迫使俄罗斯去接受这个停战协议。否则，就他目前提出的这几条这个胜利计划来说的话，也真的不太可能说在明年年底前就能完全结束战事。但美方也对乌克兰进行了安抚。16号，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泽连斯基通电话后，宣布提供新一笔价值4.25亿美元的武器援助，包含防空系统弹药、地对空弹药以及装甲车等弹药。面对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向美方介绍最新版的胜利计划，白宫没有正面回应。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一名高级外交官当天还对外宣称，如果北约在拜登卸任前向乌克兰发出入约的邀请，将是拜登总统的一份恰当的政治遗产。但观察认为，美方没有可能接受乌方的逼宫行为。北约也对乌方胜利计划仅表示口头声援。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表示，将在北约防长会上讨论，但他拒绝评论这一计划。据一名匿名北约高级官员透露，乌方要求在明年夏天之前获得加入北约的邀请，但北约内部认为这不现实。他形容，越来越多的北约国家领导人倾向于明确拒绝乌克兰，因为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就是为了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目前，越境攻击俄罗斯边境地区库尔斯克州的乌军以及顿巴斯前线的乌军都陷入不利境地。美国智库机构战争研究所分析情报指出，乌军8月初越境所控制俄罗斯领土，目前有46%已经被俄方重新控制。实际上，库尔斯克州为大平原，防御难度很大，尤其是目前当地进入多雨季节，地面泥泞打滑，对俄罗斯陆军大量的履带装备有利，而不利于乌军的轮式战车。据英国媒体报道，泽连斯基上周向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在胜利计划中守住俄库尔斯克占领区是关键部分，但这一目标已经越来越难实现。还有批评声音认为，乌军越境攻击是军事冒险，因为这导致其境内的防线陷入空虚，进攻带来的风险超过了收益。智库机构美国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主任乔治·贝比表示，库尔斯克行动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失误。按照乌军在库尔斯克已经部署的这个防守体系的话，俄军如果说想要完全收复的话，那其实它要非常的依赖这些重炮和重火力，去逐一的进行攻坚作战。那么这个在俄罗斯本土上去搞这样的这种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实际上肯定是会对这个它本土的这个设施啊，这个特别是民生的设施造成很严重的破坏。从国内政治角度考虑呢，他对这个库尔斯克的作战呢，还不会说这么急于求成。俄乌对库尔斯克地区的这个拉锯作战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实际上，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乌军陷入征兵困难的麻烦，1万多精锐越境攻击俄领土，导致乌东战场形势越发严峻。在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地区和波克罗夫斯克地区等战略要地，俄方16号都发动进攻，并占领了2处村庄，其中1处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市仅有约10公里。这座城市是乌军重要后勤交通枢纽，以及通往顿涅茨克其他地区的门户，也是乌经济重要支柱钢铁工业所用大部分煤炭的产地。一旦失守，将对乌克兰的持续作战能力产生严重影响。而在顿巴斯前线，俄军目前已经控制了顿涅茨克战略城镇托列茨克的2/3。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称，托列茨克已陷入逐乌争夺战，即将被俄军占领。如果乌军在未来几天撤退，这将是他们10月丢失的第2座有战略意义的小城。
乌总统顾问列先科日前表示，美国两党政客近期向乌方暗示，仅有西方武器援助是不够的，并向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其动员18至25岁的男性上战场，但泽连斯基没有同意。乌克兰政府从冲突爆发后就禁止成年男性公民离境，今年5月还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布的这份所谓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您作何解读？我认为总体上来说，泽连斯基端上来的这份胜利计划给人一种理想很丰满的感觉。虽然在这5点胜利计划中没有明说，但是在这些字里行间背后的潜台词已经是和尚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事情。第一，它展现出了泽连斯基想要赢得这场战争的强烈企图心，也就是这场战争必须要以乌克兰的完全胜利来告终，除此之外别无他途。除此之外，泽连斯基还在胜利计划中提出了战后重塑欧洲安全新秩序，以及让乌克兰完全融入西方世界的构想。那么乌克兰实现这一丰满理想的路径和方法是什么呢？我认为根据泽连斯基提出的这5点胜利计划，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完全要靠北约。一是让乌克兰无条件火线加入北约；二是让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尤其是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三是让北约加大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同时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力度。也就是说，泽连斯基将完成这一胜利计划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北约身上，或者说是向北约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布置了一系列任务，却完全没有提及眼下的乌克兰自身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没有明确说明乌克兰应该做些什么。众所周知，只要乌克兰加入了北约，根据北约的相关条款，北约就得直接下场参与这场战争，以承担军事保卫乌克兰的责任和义务。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根据北约的入约规定，任何一个国家要加入北约，都必须要获得所有北约成员国的一致同意。然而截至目前为止，不仅匈牙利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就连美法德的北约大国也没有松过这个口。三是泽连斯基企图通过加入北约，让北约下场帮忙赢得战争的胜利计划相反，北约的构想是让乌克兰先打赢了这场战争之后再来加入北约。而且为了害怕激怒俄罗斯，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引发核战争，拜登政府还不想要速战速胜，而是希望用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来逐渐拖垮俄罗斯。这就是美国至今不肯向乌克兰提供远程精确制导武器的原因。所以求人不如求己，泽连斯基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完全寄托在北约身上是不太现实的。既然明知道在目前阶段加入北约是完全不现实的，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为什么还要将无条件加入北约当成是胜利计划中的重中之重呢？其实我相信，对此乌克兰方面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至少在眼下，甚至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彻底赢得这场战争之前，乌克兰都是不可能加入北约的。泽连斯基政府只是希望北约向乌克兰发出一份入约邀请，或者说是向乌克兰做出一个会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明确而坚定的承诺。至于最终能否入约，以后再慢慢谈。而在我看来，乌克兰之所以会如此看重这份入约邀请和承诺，与其说是为了向俄罗斯发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或者说是增加乌克兰在未来俄乌谈判中的筹码，不如说是因为乌克兰不自信了，或者说乌克兰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焦虑感与危机感，也就是担心夜长梦多。随着时间往后推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最终会失去继续支援乌克兰的热情，甚至是最终抛弃乌克兰，以及要求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的危机感、焦虑与不自信，实际上又跟正在进行中的美国总统大选密切相关。我曾经说过，俄乌双方在前线上的军事战场，跟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治战场不仅是密切相关的，
而且是相互联动的，甚至是这场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最终决定俄乌军事战场的走向。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不惜人力物力，不计伤亡代价，都要在乌东四周向乌克兰发起地面进攻的原因。俄罗斯这样做，着眼的绝对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收益，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计算的是政治和战略上的收益。也就是说，俄罗斯实际上是打给美国选民看的，告诉美国选民，特朗普有关俄罗斯不可能失败，乌克兰不可能取得胜利，以及乌克兰最终只能通过割让土地来求得和平的判断是对的，并希望以军事战场上的胜利来为特朗普助选。同样，泽连斯基之所以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这份胜利计划，也跟当前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密切相关。或者说的更直白一点，是因为泽连斯基看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总统大选的形势又进入了异常焦灼的状态，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又开始紧咬哈里斯，甚至是有可能反超哈里斯。泽连斯基认为，一旦特朗普真的当选了，那对于乌克兰来说，有可能就是灭顶之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泽连斯基想趁着眼下拜登还在任的时候，批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并鼓动北约向乌克兰发出入约邀请。如此一来，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生米煮成熟饭，或者至少是煮成了夹生饭。即使特朗普上台了，也难以将这一局面给扭转过来。所以乌克兰方面才会说，做好这件事情要越快越好，最好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做。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乌克兰方面还特意拍起了拜登的马屁，说假如拜登这样做了，那将会为自己留下一份不错的政治遗产。这显然是在引诱拜登总统。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球已经踢到了拜登的脚下，拜登究竟是接还是不接？我认为对于一向谨小慎微的拜登来说，应该不会在选前做出这一重大决定，而是会把它放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假如最终是哈里斯赢得了选举，拜登就没有接这个球的必要了，会留给哈里斯去做决定。假如最终特朗普赢得了选举，我认为拜登极有可能就会接这个球，向乌克兰发出入约邀请，因为自己的总统权力过期不用，也就作废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向议会呈交胜利计划时，公开指责朝鲜向俄提供人力援助是实际上的参战行为。您对此又是如何分析？那么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指控，但是呢，这也注定是无法求证的。那么当事国必然也都会坚决出来否认。泽连斯基抛出这一指控，他的10点选择尤其值得我们注意。有迹象就在显示，目前美国大选的胜利天平可能正在倾向特朗普。号称能够在24小时内结束战事的特朗普，他将会对乌克兰采取什么样的一种军援战略呢？这是泽连斯基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战略噩梦。泽连斯基指责朝鲜参战，包括此前西方媒体都在炒作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大量的军火炮弹，对此呢，俄朝双方都是坚决否认的。那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这2天也在强调这样一个叙事：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意味着俄朝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协议确定的所谓共同防御责任意味着一方受到攻击并且进入战争状态的话，另一方将会提供军事和其他的援助。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周二明确告诉记者，这份协议他所确定的共同防御责任是毋庸置疑的。那在我看来，俄方的最新表态和泽连斯基的喊话一样，很大程度上都是所谓的政治表态，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那么观察真实的状况的话，俄乌战事已经打了2年多，而且呢，俄罗斯本土至今仍然有领土被越境攻击长达2个月。那么此时俄罗斯它还有余力对外出兵吗？这当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在我看来，俄乌最新的这个表态，实际上也在见证半岛问题它的高度复杂与高风险。事实上呢，半岛大博弈绝不仅仅只是北南双方的博弈与角力，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因素，更是决定半岛局势走向的最大的外部变量与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不，
针对半岛最新紧张对峙、交易型人格的特朗普，他已经发声喊话了，韩国必须要为驻韩美军出更多的军费。对此呢，支持率已经滑落到2成，最危险区域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他想过对策吗？他有招吗？